你们老家有没有头七避宅的规矩？就是家里老人走了，第7天晚上，全家人都得出去躲一宿，不能在家住。我小时候问过奶奶，说为啥呀？自己家老人回来还能害咱们不成？奶奶往我嘴里塞了块灶糖，说不是怕害你，是怕老人看见家里热热闹闹的，舍不得走。后来我长大也特意打听过头七这说法，南北都有，细节大同小异。回魂夜这天，亡魂由阴差领着回家，最后看一眼亲人，看一眼老房子。堂屋门要虚掩着，门槛前撒一层薄薄的草灰或者香灰，全家人去亲戚家凑合一晚，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再回来。回来先看灰，灰上有鸡爪印，说明老人走得安稳；投了好人家有脚印，说明回来过，心里还有牵挂。要是灰平平整整，啥痕迹都没有，那才是最糟的。至于为啥糟，没人跟我细说过，老辈人都这样，有些话点到为止，说多了怕压不住。今天咱们唠的这个事儿发生在湖南常德下面一个镇上，主人公叫大刘，36岁，在深圳做供应链管理，老婆儿子都在那边。儿子小雨上3年级，他妈走得早，20年前乳腺癌没的，走的时候才42岁。那年大刘16，上高1。他记得特别清楚，出殡那天飘着毛毛雨，他爸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。从那以后，他爸就一个人过，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，修自行车、电动车，手艺好，收费公道，10里8乡的都愿意找他。就这么一个人拉扯，大刘读完大学，结婚生子，在深圳安了家。前2年老爷子退休，可闲不住，天天还是往铺子里坐，老邻居来打个气，紧个螺丝，他1分钱不收，就图有人说说话。变故是今年3月出来的，老爷子肚子疼了半个月，实在扛不住了，去医院一查，肝癌晚期，扩散了。从确诊到走，前后不到20天，快得让人反应不过来。大刘一家3口连夜从深圳赶回去，总算见着了最后一面。老爷子走的时候很安详，躺在堂屋的木板床上，手里攥着大刘妈年轻时的照片。丧事按老家规矩办，停灵3天，请了道士做道场，吹吹打打，风风光光下了葬。下葬当天晚上，管事的周叔拉着大刘到一边，交代头七的事。周叔点着旱烟，烟圈裹着话：16号是头七，也就是回魂夜。那天晚上家里不能住人，你去镇上你姨家住一宿，或者找个旅馆凑合一晚。堂屋门别锁，虚掩2指宽就行。门槛前我给你拿带草灰，你傍晚撒薄薄一层，拿筷子刮平了。香炉里的香不能断，从天黑点到天亮，长明灯也添满油。记住，第2天回来，先看门槛的灰，再看香炉，灰上有啥就是啥，别用手碰，别擦。先在门口挂一挂鞭炮，崩一崩再进屋。大刘连连点头，说记住了。可说实话，他没太往心里去。30多岁的人，大城市待久了，觉得这些都是老辈人的仪式感，走个过场就行。头七那天是3月16号，他本来打算下午收拾完，就去镇上找个旅馆，几10块钱的事，犯不着麻烦亲戚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下午4点多，他正蹲在堂屋整理老爷子的旧工具，手机响了，是老婆。电话里语气又气又累，说小雨在学校跟同学打架，把人鼻子打出血了。他刚请假去学校处理完，赔礼道歉。折腾了一下午，大刘在电话这头听着，心里堵得慌。一边是老家一摊子烂事，一边是深圳老婆孩子顾不上，夹在中间，2头都够不着。挂了电话，他蹲在门槛上抽了根烟，烟蒂扔在青石板地上，滚了2下，灭了。再起身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了，西边的天沉暗沉紫，风一吹，院子里的柚子树沙沙响。他看着堂屋里父亲的遗像，黑白照片上老爷子笑着，眼睛还亮着，累10几天连轴转，守灵、待客、下葬，一想到还要换衣服，开车找旅馆，浑身骨头缝都疼。算了，他跟自己说，不就是头七吗？自己亲爹还能害我不成？我就在自己房里待着，不出去瞎看，能有啥事儿？他就没走。6点多，天完全黑下来。
他从柜子里翻出周叔给的草灰，蹲在堂屋门槛前，慢慢撒了薄薄一层，很细，雪白雪白的，铺在发黑的青石板上，格外显眼。他拿筷子轻轻刮平，刮得匀匀的，连个小疙瘩都没有。撒完灰，给香炉续了3根香，又往长明灯里添了点菜油，灯芯跳了2下，火苗稳稳地映着遗像上老爷子的脸，忽明忽暗。他双手合十拜了拜，心里默念：爸，今晚我就不走了，你要是回来看看，就随便看，别害怕，我在里屋，你要是想我了，就敲敲门。念完他自己都笑了，觉得30多岁的人了，还搞这些小孩子的名堂。退出堂屋，他把门虚掩上，留了2指宽的缝，风从缝里钻进来，带着春夜的凉气。他回了自己房间，就是他从初中住到高中的那间屋，单人床、旧书桌、大衣柜，桌上还落着他高中的课本，衣柜里挂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墙上还贴着当年的球星海报，边角都卷了。母亲走后的那几年，他就是在这间屋里度过的。那时候每天晚上都能听见隔壁父亲房里传来咳嗽声，一声接一声，闷沉沉的。那时候他总觉得难过是他们2个人的事，只是谁都不说。他靠在床上刷手机，刷来刷去也看不进去，脑子里全是这些天的事儿。刷到10点多，困意慢慢上来了，打了个哈欠，伸手准备关灯。他听见了一个沙沙的声音从堂屋方向来的，很轻，沙像什么东西蹭着地面慢慢往前走，沙停几秒，沙再往前挪一点。大刘的手僵在开关上，浑身的汗毛一下子竖起来了。堂屋大门是虚掩着的，难道进贼了？贼不会走这么慢。他屏住呼吸，竖着耳朵听。那声音慢慢挪进了堂屋，感觉是走到供桌前停住了，停了10几秒，很安静。能听见长明灯灯芯燃烧的滋滋声，然后有轻微的响动，像是手指碰了碰供桌上的烟盒，又拿起什么东西轻轻放回去。大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供桌上摆了水果糕点，还有一包老爷子生前最爱抽的旱烟，是他白天特意放的。那声音没在供桌前多停，又继续往里走，穿过堂屋，进了走廊。老宅子是砖木结构，走廊铺的木地板，年头久了受潮发胀，踩上去会发出吱呀的轻响，吱呀，一声又一声，顺着走廊往他房间的方向来了。大刘坐在床上一动不敢动，手心全是汗，手机攥在手里滑溜溜的，差点握不住。他想喊，张了张嘴，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着，发不出声。脚步声走到他门口，停住了，然后咚咚咚，指关节敲在木门上，声音不重，节奏很慢，间隔均匀。大刘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。这个敲门声他刻在骨子里，老爷子生前进他房间从来不会直接推门，永远是先敲3下，等他说进来再推。爸，他嘴唇动了动，声音哑得厉害。下了床，光着脚走到门边，手已经放在了门把手上，只要往下一拧，门就开了。他想开门，太想了，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爸爸回来了，想跟他说说话，想告诉他修车铺他会好好转出去，家里都挺好的，让他放心走。就在指尖刚要用力的瞬间，周叔的话突然在脑子里炸响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不管谁敲门，都别开，那不是你爸。他的手猛地僵住了。不是我爸，那是谁？隔着一扇木门，外面的人好像知道他在里面似的，没再敲，也没走。然后他听到了呼吸声，很轻很慢，吸气的时候带着呲呲的痰鸣音，像喉咙里堵着一口痰，上不来也下下去。大刘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老爷子有慢性支气管炎，几十年的老毛病，一到冬天就咳得厉害，呼吸永远带着这点滋滋的声响。这个声音他从小听到大，熟的不能再熟，怎么会不是他爸？他额头抵着门板，眼泪砸在脚背上，凉的，开还是不开？万一真的是父亲，
万一冲撞了他，让他走不了怎么办？不开，这可能是这辈子最后一次离父亲这么近的机会。他就那么站着，手搭在门把手上，哭不出声，也不敢开门。不知道站了多久，外面的呼吸声慢慢轻了，脚步声又响起来了，不是往堂屋走，是往走廊另一头去的。沙沙慢慢挪到了走廊尽头，然后是吱呀老旧的木门轴发出一声漫长的呻吟，那个人进去了。再之后一切都安静了，走廊里没了声音，堂屋里也没了动静，只有长明灯滋滋地烧着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大刘顺着门板慢慢滑下去，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，没敢出去看，就那么坐着，从半夜坐到天蒙蒙亮。窗外的天从深黑变成藏蓝，再变成灰白，鸡叫了头遍。远处有早起的人家开了门，传来水桶碰井沿的声音。天亮了，他撑着墙站起来，腿麻得差点摔倒，扶着墙缓了好半天，才慢慢打开房门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木地板上干干净净，连个脚印都没有。他走到父亲的房门口，门是关着的，跟昨晚一模一样。他拧了拧门把手，锁着的。他愣了一下，锁着的，那昨晚的开门声是哪儿来的？他晃了晃脑袋，没多想，走到堂屋门槛前，灰上有脚印，两只并排，脚尖朝堂屋里面，像是有人站在门槛上往里看了很久。是他爸，他真的回来了。大刘蹲在门槛边，看着那对脚印，眼泪吧嗒吧嗒掉在灰里，没擦，就那么看着。看了好久，过了好半天，他才起身走进堂屋。长明灯还亮着，香已经燃尽了，落了一炉细灰，供桌上的水果糕点都好好摆着，唯独那包旱烟空了，烟盒就放在遗像旁边，扁扁的。他拿起来一看，烟盒背面用烟灰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，是老爷子的笔记：儿子，我走了，别找了。香炉里的香灰上也有人用手指写了2个字，浅浅的，收到。大刘攥着那个空烟盒，蹲在供桌前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想，还好昨晚没开门，开门了，说不定父亲就舍不得走了。这样挺好，他回来过，知道家里都挺好，就安心走了。头七过后第3天，大刘开始慢慢收拾老爷子的房间，衣柜里的旧衣服，抽屉里的工具，柜子顶上的老箱子，一件一件归置，该留的留，该捐的捐，该扔的扔。收拾到书桌最底下那个抽屉的时候，他摸到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，用胶带封着口，上面没写字。他拆开一看，是一沓泛黄的病历纸，抬头是常德地区人民医院，日期是20多年前，大概是他母亲去世半年之后。病历上写着患者姓名是他父亲，诊断丧亲后重度抑郁，伴精神病性症状。症状一栏写着持续性失眠，体重骤降，间断性幻视幻听，自述每日夜间可见亡妻坐在床边，身着碎花睡衣，与他交谈日常家事，言语清晰，天亮即消失。医生建议住院治疗，旁边还有一张住院通知单，没盖章，也没签字。他爸没去。病历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皱巴巴的黄纸符，朱砂画的，旁边有毛笔小字：老哥，符贴床头，按我说的做，那东西就不会再来了，别怕。落款是周叔。黄纸符的背面用圆珠笔写了4个字，力透纸背，有些地方笔尖都把纸划破了。大刘拿着那叠病历，坐在父亲的床上，坐了很久。20多年前，母亲刚走的那段日子，父亲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是真的抑郁出了幻觉，还是母亲真的回来过？他想起周叔头七那天说的话，那不是你爸。当时他以为周叔是怕他开门撞见吓人的东西，是怕阴差，可现在再琢磨这句话，味道就变了。周叔怕的会不会是那晚敲门的根本就不是他爸？他坐不住了，掏出手机给周叔打了过去。电话响了半天，周叔才接，声音有点沉。大刘直接问：周叔，20多年前我妈走了之后，我爸是不是找过你？我看见那张黄符了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，久到大刘以为信号断了，然后周叔叹了口气，旱烟袋抽得呼噜呼噜响。唉，你都看见了，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些，怕你害怕。当年你妈走得突然，才40出头，心里放不下你，也放不下你爸。头七那天就回了，之后就没走。你爸一开始高兴啊，说你妈没走，陪着他呢，天天晚上跟他说话，一说就是半宿。可时间长了不对了，你爸越来越瘦，精神越来越差，大白天都对着空椅子说话。村里人都说是你妈舍不得走，想把你爸也带走。我托人从山里找了先生来看，先生说亡魂执念太重，这样对谁都不好。后来做了场法事，贴了符，把你妈那间卧室锁了，才算是压住了。从那以后，你爸就搬去隔壁屋住了。你妈那间房20多年没开过，大刘的后背一下子凉了。他颤着声问：叔，你说头七那晚我听到的敲门声，我问你。周叔打断他，声音很严肃：那晚你听到的脚步声，最后进了哪间房？是你爸现在住的那间，还是你妈原来那间？大刘愣住了。走廊尽头有2间房，左手是父亲后来住的，右手是母亲生前的卧室，一直锁着。昨晚天黑他又慌，脚步声停在走廊那头，他想当然，以为是进了父亲的房间。可现在仔细回想，那声门轴响好像是从右手边传来的，是母亲那间房的方向，是我妈那间。他嗓子发干：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我昨天去你家，想帮你收拾收拾东西。周叔的声音慢了下来，一字一句。走到走廊那头，发现你妈那间房的挂锁开了，锁是旧的，可锁梁上有新鲜的划痕，像是有人用东西捅开过。我以为是你收拾东西打开的，既然不是你，那你说是谁开的？大刘拿着手机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母亲的房间锁了20多年，父亲走之前病重，连床都下不了，不可能去开那扇门，他也没开过。那锁是谁开的？头七那天晚上进那间房的到底是谁？挂了电话，他站起身，走到走廊最里面，右手边的门油漆掉得一块一块的，门把手上落着厚厚的灰，一把铜挂锁挂在门环上。他凑过去看，锁梁上果然有几道新鲜的划痕，亮闪闪的，像是最近才被硬物撬动过。他从父亲的钥匙串上找到一把最小的铜钥匙，插进去拧了一下，咔嗒，锁开了。他握住门把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往下一拧，推开门。一股霉味混着淡淡的说不上来的香味扑面而来，像很多年前的雪花膏味，又像皂角的味道。房间里拉着厚厚的窗帘，不透光，暗沉沉的，家具上都盖着白布，高低错落，像一个个站着的人。地上积着薄薄一层灰，看得出来很久没人进来过了。大刘扶着墙往里走，脚下的木地板吱呀响，靠窗的位置是个梳妆台，老式的带圆镜子，镜子上蒙着布。他走到梳妆台前，伸手把蒙布掀开了，镜子上蒙了厚厚的灰，模模糊糊映出他的脸。他用袖子擦了擦镜面，擦出一块干净的地方。就在镜子清晰的那一瞬间，他浑身的血都凉了。镜子里除了他自己，身后的墙角还站着一个人，女人，睡衣的和病历上写的一模一样。大刘的呼吸瞬间停了，他猛地回头，身后的墙角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盖着白布的木箱子，什么人都没有。他再转回头看镜子，那个女人还在，而且她的头正在一点一点地往回转，很慢，像是脖子僵了，一节一节地转。大刘甚至能想象出来，那张转过来的脸会是什么样子，苍白浮肿，眼睛闭着，嘴角带着点笑。他不敢等了，抓起蒙布往镜子上一扔，转身就往外跑。出门的时候带倒了门口的脸盆架，哐当，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。他冲出房间，砰地带上门，手忙脚乱把挂锁扣上，锁死，退到走廊里，靠着墙大口喘气，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他终于想起来了，他母亲生前
也有慢性支气管炎，冬天的时候咳嗽起来比父亲还厉害，呼吸里也带着那股呲呲的痰鸣音。夫妻俩得了一样的毛病，连呼吸声都像。昨晚站在他门外的到底是父亲还是母亲？敲门的是谁？站了那么久，是想让他开门，还是只想看看他？那天之后，大刘再也没碰过那间房。可事情还没完，后来他在父亲衣柜最深处翻出一个红塑料皮的旧本子，80年代的工作日记，封皮都磨白了。翻开一看，前半本是修车铺的账目，今天换了几个轮胎，修了几辆车，记得清清楚楚。从中间往后，大刘坐在父亲的藤椅上，一页一页往下翻，从下午看到天黑。里面写的全是关于母亲的事。3月15，他回来了，坐在床边说我衣服洗得不干净。我跟他说了半宿话，天快亮才走。4月初2，他没来，我等了一晚上，天亮了都没见着。是不是我哪里惹他生气了？6月初9，他说他头七那天就想回来，阴差不让，他是偷偷跑回来的。他说他不走了，陪着我把儿子拉扯大。8月15，周老弟给了我一道符，让我贴床头，我没贴，他不会害我的。大刘考上大学了，他很高兴，站在床边笑了好久。可惜儿子看不见他。大刘结婚了，新娘子很漂亮，他站在堂屋门口也跟着哭。小雨出生了，是个大胖小子，他想摸摸孩子，不敢伸手，怕吓着孩子。一夜一夜，全是细碎的日常，就像母亲真的没走，就守在这个家里，守着丈夫，看着儿子长大，结婚生子。翻到最后是老爷子确诊肝癌之后，写的字已经抖了，歪歪扭扭。医生说我没几天了，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别怕，他会在那边等我。我问他那边冷不冷，他不说。我知道他等了我20年，不容易，等我走了就能跟他一块走了，就是放心不下大刘和小雨。日记的最后一页，字迹不一样了，很秀气，很工整，是女人的笔记，没有日期，没有署名。老刘，我等了你20年，这回咱们一块走。儿子挺好的，别惦记。那边冷，被子薄，没事，我给你捂着。那页纸上有淡淡的一圈一圈的水渍，像眼泪滴在上面干了的痕迹。大刘拿着本子坐在藤椅上，哭了又笑，笑了又哭。原来20年里，父亲不是一个人，母亲也从来没走，她就守在这间老房子里，陪着丈夫，看着儿子，守了整整20年。头七那天回来的，也不止父亲一个人。门槛上的脚印是父亲的，可那间锁了20年的房是母亲打开的。她在里面待了一夜，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等着和父亲一起走。那天晚上，大刘做了个梦，梦里是堂屋，八仙桌上摆了一桌子菜，都是他小时候爱吃的，红烧鱼、粉蒸肉、油豆腐炖肉，热气腾腾。桌子对面坐着2个人，父亲穿了件深蓝色中山装，挺精神的，不像病的时候那么瘦。母亲穿了件碎花袄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笑着给他夹菜。他想开口说话，嗓子像堵了团棉花，怎么都发不出声。父亲看着他笑了笑，儿子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，你好好过日子，照顾好小雨和你媳妇儿。母亲也笑，眼角弯弯的跟照片上一样好看。他伸手把他面前的饭碗往前推了推，他低头扒了一口饭，再抬头的时候，对面的椅子空了，桌上的菜还冒着热气，可2个人都不见了。他猛地醒过来，枕头湿了一大片，起身走到堂屋，推开大门，门槛上的草灰还在。他低头一看，愣住了。除了昨天那双朝里的赤脚脚印，灰上又多了2双脚印，一双大的，一双小一点的，脚尖都朝外，整整齐齐，像是2个人并排着跨过门槛走了。大刘站在门槛边，看着那2双朝外的脚印，眼泪又掉下来了，可心里却踏实了。20年了，母亲终于不用一个人守着空房子了，父亲也不用一个人对着空椅子说话了，他们一块走了，到那边作伴去了。后来大刘把老房子锁好，
修车铺盘给了父亲的徒弟，就回深圳了。他没把那间房里的事告诉任何人，连他老婆都没说。有些事自己知道就行，说多了反而扰了亡人的清静。他只跟我说，临走那天他在堂屋又上了3炷香，跟爸妈说以后每年清明都回来看看。他说他不后悔头七那晚没开门，有些门关着比开着好，开了牵绊就断不了，他们舍不得走，你也放不下。关着，他们知道你好好的就安心上路了。其实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哪有那么多吓人的讲究啊？头七闭宅不是怕亡魂害你，是怕你看见他们舍不得，他们看见你更舍不得。人这一辈子生死有命，聚散有时，该走的时候就让他们安安心心的走。活着的人好好活，就是对走了的人最好的念想。